这个女人刚穿书就成了年代文里一个未婚先孕的小姑娘。女主未婚先孕，是一个普通职工单亲家庭里的姐姐，母亲连生2个女儿后身体受损，再不能有孕，爷乃重男轻女，家庭矛盾升华，最后原主父亲离婚再娶，母亲辛苦养着2个女儿度日。前几日女主参加同学聚会，被同学下药，跟同样中药的男人玷污清白，结果却怀上了那个男人的孩子。放学路上心不在焉，却撞上了别人的自行车，惊吓过度，然后挂了。再次睁眼就是即将研究毕业的倒霉蛋林凡。我这是在哪？我不是在考试吗？突然一股记忆涌入大脑，不对，原主记忆中不知了他的男人是谁，只记得脸的长相，还有衣服颜色，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人，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住哪里更不知道。既然现在我来了，那就得先把那个野男人找出来，还有是谁给下了药的汽水害原主失身的，为什么害他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看到妈妈还守在他床前哭泣，伤心不已。哎，也真难为他了，一个没什么主见又让男人抛弃了的可怜女人，能把2个女儿养大还送读书就不错了。37岁的花一样年纪的女人，硬生生的让生活磨老了10岁吗？不要哭了，我会想办法找到那个男人的，事情会解决的，你不要太担心。有没有吃的？我很饿。妈妈一听也顾不得哭了，立马起身。你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吃，那我去给你煮点面条。好的，谢谢妈妈。那个男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做什么的？能跟他说？我也不知道吗？肯定是不能的。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自己的事情我想自己处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。如果我实在处理不了，我就找你帮忙。你下午就去上班吧，也不好老请假。放心，我下午再休息一下，明天我就去找人。看着女儿信誓旦旦的样子，张娟也只好闭上嘴巴，转身出了房间。去哪里找？得先去那个小饭馆打听，还有的做最坏的打算，那就是找到了人，但是那个男人结婚了怎么办？没有结婚的话，可以要他负责；要是结婚了，只能找他想办法出面先留掉孩子，并补钱，最好是要一份工作，这样就把后面的所有事情都解决了。想着想着，又睡了过去。一睁眼，妈妈和妹妹林月都回来了。姐，你没事了吧？昨天让车子撞晕了，抬回来时都把和妈妈吓死了，以后你得小心点了。看到才14岁的妹妹担忧的神情，心中不禁柔软起来。好，姐没事了，你不要担心。昨天很多人都看到你被抬回来，很多人还有意无意打听你出了什么事，还有那个撞到你的男人给赔了2块钱，但是为了堵住那个老大夫的嘴，就把那2块钱给了他。没事的，月月，你明天去学校帮我再请3天病假吧。第2天睡醒后，他就出门去找那个小饭馆了。老板，我想向你打听个事，我是对面学校的，上个月我们班有9个同学一起在你这最南面的包厢里聚餐的，你还记得吧？哦，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那天在东面厕所边上，那有一个包间，也有好几个人聚餐的，那些人你认识吗？是这样的，我那天上完厕所，在那个房门口捡到了一份文件，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，就想还回去。但是一直没找到人，这才来找你问问看你知不知道，就怕是对他们很重要的东西。我也不认识，但是我知道有2个住在军区大院里的，经常会来我这吃饭，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，好像有一个大家都叫耗子，要不你去那找找看。好的，谢谢老板，我有空就去看看。大院肯定是进不去，门口都不能站太近，有守门的持枪看守呢，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守株待兔了。好在现在离中午下班时间不远了，不行得等到下午才行，反正得做好长期蹲守的准备。再等了快1个小时，没有等到林凡记忆中的人，但是看到了那天进包厢的有个高个子男人，于是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叫住了他。同志你好，我想向你打听个事。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沙雕学校的。他眼神冷冷地看着林凡，有事说事，别走太近。同志，你还记得1个月前在我们学校对面巷子里小饭馆吃饭的事吗？跟你们在一起有一个男同志，那天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，个子比你小半个头，有点瘦，鼻子高挺，寸头，你还有印象吗？那天我出了点事，他借了10块钱给我，我想还给他，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刚好今天看到你问一下。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林凡，像说你看我信不信的眼神。同志，要不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或者他在哪里，我直接找他，或者你能不能帮我找他过来，我就在这还他，并表示感谢后就走。他又看了眼前的女孩子几秒，看眼神不像是作假的。等等，于是他快步走进了大院，不一会就带着另一个男人出来了。林凡一看这个男人就是记忆中的那个人，总算是找到这个该死的渣男。林凡刚穿越过来就要找野男人，摊底和过程跟我没关系，烂摊子却要我收拾呗。总算是找到这个该死的渣男了。只是他第一眼对这个男人印象并不好，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这并不像好人。林凡恶狠狠地瞪了这个野男人一眼，不行，可不能让他给跑了。好不容易
见到总要说清楚，问题也总是要解决的。那个同志，你还记得1个多月前在沙雕学校对面的饭馆里的事吗？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他一点反应没有，看来他并不认识，或者说没有记忆，但还是点点头。等走到边上，确定周围没有人能听到他们说话，林凡开门见山地说：你好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林凡，是沙雕学校即将要毕业的学生。1个多月前在那个小饭馆发生的事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我现在怀孕了，刚查出来1个多月了，孩子是你的。好像有这么一回事，只记得自己好像中药拉了个女人进，但不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。醒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，自己一丝不挂。于是他又看向对面的女孩子，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很漂亮的脸蛋，个子不是很高，最多165，衣服质量一般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你就是那个女人？不会是死渣男提起裤子就不想认账吧？你说呢？郑宇杰又看到面前的女孩子，气鼓鼓，面部表情丰富，变幻的恨不得咬死自己的样子，突然觉得有点想笑。你好，我叫郑宇杰，我那天中药了，没有记住，醒来你已不见了，对不起。那现在你怎么做？我还没有毕业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这才到处打听才找到你的。我想这事肯定要解决，你也是当事人，只能找你了。死渣男想提起裤子就不认账，没门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结婚了吗？结婚了怎么办？没有结婚怎么办？如果你结婚了，就陪我去医院流产，并给我一笔钱养身体，或者帮我找一份工作。如果没结婚，那也是你的孩子，你得对孩子负责。言外之意是你别想置身事外。妈的，还敢把问题丢回给我，死渣男！走吧。去哪里？医院。林凡想，可能这个男人结婚了，所以只能带自己去人流。哎，这个死男人一看就不太像个好人，不要也罢，免得还得搭进自己的一辈子。比起一辈子受苦，那就当给狗咬了一口吧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不行要份工作，最差的要多点钱，自己再买份工作。跟着他走了一会，你吃饭了吗？他突然停了下来。哎呦，你怎么突然停下来？疼死我了！你就不能提醒一下吗？看到林凡痛得流泪的小模样，郑宇杰突然觉得还有点可爱，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了扬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想问下你吃饭了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在大院门口等，就怕错过了。进去一看，这个点了一碗肉丝面。林凡吃完后，又跟他走了快半个小时。张姨，是杰小子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张姨帮他检查一下身。示意林凡伸出手后，就给林凡把了把脉。张姨怎么样？怀孕了1个月多点点，月份还浅，身体还有点营养不良，最近别太多思多虑，多休息少劳累。我给你开点补品，回去补一补。边说边开了一张单子，可以拿着去医院买营养品和奶粉。那张医生能尽快给我安排人流吗？张医生看了郑宇杰一眼，怎么，这个孩子你们不想要？张姨，今天谢谢你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买了大堆营养品后，我们不在这里做人流吗？谁跟你说让你来做人流？你带我来的目的不就是你结婚了，只能做人流吗？我有跟你说我结婚了吗？啊，那你是想……天哪，看他一言不发的带我来医院，以为是来做人流的，没想到这个死男人带我来检查身体的，真是乌龙大了。孩子都有了，我们只能结婚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如果你不反对，我先送你回家，等我回家跟家里商量一下，就到你家来提亲。我正式跟你介绍一下，我叫郑宇杰，22岁，未婚，我爷奶爸妈都在，兄弟4人，我在家排老四，还有一个姐姐嫁人了。现在我爸把我强塞在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，工资32块5一个月。你愿意跟我建立革命友谊吗？说完，林凡看到他耳朵都红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得约法3章。婚后你打算每个月给多少钱养家养孩子？你想要多少？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男人，得把工资上交，当然有应酬也可以支取，但是得有个度，总要保证家里开支够用。你就说你看中我的前辈。我们2个人今天见第1次面，你觉得感情很深，但是2个人组成婚姻就得心中有个家的样子。说实话，跟一个只见一面的男人谈论结婚的事，飞机都没有那么快，这都快开上火箭了，怎么看怎么怪异。但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好吧，只能赶鸭上架了。虽然看起来不像是个好人，但是林凡也不是个认命的主，就先这样吧。你说我还有的选吗？那我先送你回家。那个事情解决了，这里离我们学校不远，我想先去学校问下老师能不能提前拿毕业证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会回去。走吧，我送你过去。林凡也给他说了下自己的庭情况。我妈生了妹妹后身体受损，不能再生育了。我爷奶爸爸都是重男轻女的，为了生儿子就跟我妈离婚了。我跟妹妹跟着妈妈生活，以后我可能也没有办法不管我妈，可能还要给我妈养老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自己想办法挣钱的，也会把家庭和孩子放在第一位，不会拖累你的。林凡想现在把事情摆在明面上，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到时再说。现在不说，以后再爆发矛盾就不好了。这还是个有主见的呢，看起来不是个软面团。跟你结婚后，你妈也是我妈，我跟你一起。林凡知道想要进他家门怕事有点难，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先领证，要不消息一走漏，就不是自己能控制。
接上集，他把郑宇杰带到了家里，想让妈妈看一下。妈，这是我对象郑宇杰，我们准备要结婚了，今天带回来你见见。阿姨好，我叫郑宇杰，今年22岁，在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，我想跟林凡同志结婚，希望你同意。说着，把提的营养品放桌子上。你家里人知道吗？他们同意吗？等我回去后，也会跟家里人商量好，尽快过来提亲。好，不过希望快些，不是我心急，是我怕凡凡的肚子等不了，让人发现就不好了。还有希望你以后会对我们凡凡好，没别的要求。会的，阿姨你放心。郑宇杰回到他家，我找到对象了，我准备要结婚了。等了好一会，大家才反应过来他说什么。什么结婚？跟谁啊？他叫林凡，下个月就高中毕业了，家中有个妈妈是个职工，还有个妹妹在读书。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谁介绍你认识的？之前介绍了这么多你都看不上，怎么一下就要结婚了？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人给赖上了吧？见这个整天不务正业的儿子一直不说话，心想不会真让自己猜中了吧？没有的事。你什么时候带回来家里看看先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来我们郑家的。妈，是要和我过一辈子的人，我喜欢就行，我希望爷爷奶奶爸妈能同意。你是认真的？对，我认真的。那明天中午带回来吃个饭见个面吧。好。说着，郑宇杰上楼了。他家老爷子郑瑞廷是老革命副司令退下来的。你说老四怎么突然就想结婚了？之前介绍这么多个，死小子看都不去看。大院里那赵之秋不是一直追着他跑，他也没看上。刘小平他妈也跟我提了好几次，说看中我们老四都没成，怎么就要结婚了呢？不会真让人给赖上我们家吧？你别老看老四不顺眼，他只是性子不够沉稳些，但是脑子是个活络聪明的，凡事别老往坏处想，是好是坏渐渐就知道了。林凡也跟林妈妈说，解释了当时郑宇杰是中了药的事，现在人家准备负责。突然看到书桌里有一个钥匙扣，怎么跟他在现代路边买的一样？当时看到有点复古，5块钱买来的，怎么跟来了这里？还是说本来就在这里？或者是这个钥匙扣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？那会不会是金手指？一般金手指怎么开的？滴血认主，那试一试。说着找了根针，用力一扎，挤出点血来，抹上去，没有反应。是不是血不够？再挤多点试下。然后在脑中想进去，针就进到了一个空间。这不就是自己学校的实验楼吗？不对，那个实验楼不是爆炸炸掉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除了实验楼，还有一间藏书阁，各种各样的书，这里都收藏了一份。可惜现在打不开，就是实验楼也只开了1层，一共有5层呢。再说现在这些暂时也用不上，不如就当个仓库使吧。于是就想试验一下，在心中想着出去，又出到房间了，用手抓着书桌想着进去，书桌就真带进实验室了。有了这个空间，没了前世的手机电子产品，网购什么的，也觉得生活好像也不是特别苦。接上集，第二天一大早，郑宇杰就来接林凡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那个，我爷爷奶奶和爸妈想请你到我家去吃中午饭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你，没有提前跟你约好。啊，要去见家长啊？好吧，为了肚子里的这块肉，见吧。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去换身衣服。林凡在出来的时候，郑宇杰看的眼都直了。怎么换了件衣服，就像换了个人一样？这一看就是大家族里出来的小姐一样，一点穷人家的影子都没有。上车。林凡坐上车后，车子就向前驶去。我说你能不能骑稳一点？你把我摔了不要紧，你是不是忘记了肚子里还有一个？不好意思，刚刚有个石子没看到。那个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家人的情况？还有我们要不要买点礼品带过去？我空着手过去会不会不太好？我家爷爷退休了，和奶奶经常找大院里的老朋友打发时间，人都很好。我妈在医院做护士长，有时中午也会回来吃饭。我爸在部队经常不回家，大哥结婚了，和大嫂都有班上。二哥在部队当兵，还没有成家，好久没有回来过了。三哥也结婚了，我是老四，在家最不受待见，因为我最不务正业。去年我爸怕我跟人出去惹祸，就强行把我塞进现在这个工作。我妈一会说什么你别太在意，凡事有我。好吧，虽然不带怕的，但是看来这一家子都没有一个好相处的，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要是再现代，林凡无论如何也不会选这样的人家。等下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吧，别空着手去。你有带钱吗？有。最终买了2罐麦乳精，买了几个水果，就到了军区大院。爷奶，我回来了，这是我爷爷奶奶。郑爷爷郑奶奶好，我叫林凡。这是我妈妈。阿姨好。郑妈妈也没有应，就点了下头，昭示着她的不满。郑奶奶看着眼前这个落落大方的漂亮姑娘，眼神清明，到了自己家也没有不一样的眼神，不像是一个小职工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倒像是大家闺秀。林凡是吧？来，过来喝杯茶先，一会再开饭。谢谢郑奶奶，这是给你和郑爷爷带的几个水果。好，你有心了。我们老四啊，之前给他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眼，没想到自己倒找了个漂亮姑娘。来跟奶奶说说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认识多久了？奶奶，我们认识的时间不是特别长，但是感情的事就是这么奇妙，我和宇杰哥都相互看对眼了。
都觉得对方不错。这就好，有感情基础啊，日子才能越过越顺。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郑奶奶，我都行，我听雨杰哥的。让人一看林凡就是被问的不好意思了。郑爷爷和郑奶奶相视一眼，觉得还可以，应该不是个心思多的。你们想要结婚的事，你家里长辈知道吗？同意吗？雨杰哥说先征得你们的同意先。听说你还没有毕业。是的，老师说下个星期一毕业考，考完可以提前给我发毕业证。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？我在学校里成绩还可以，我想先找找工作，我更喜欢自由些的，没有就先找找看，不急。家里都有些什么人？我爸妈离婚10几年了，我和妹妹跟着妈妈生活，妈妈每天上班，妹妹和我上学。等我毕业后，我妈就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，只负担妹妹一个人就行了。吃完没多久，就借口要回去温书，星期一毕业考就走了。一看就不是个心思单纯的，也就脸蛋能看，也不知道老四看上他哪点。要我说，刘小平都比他好得多。我看老四这次是认真的，不然也不会带回来见我们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姑娘人应该还可以。我就觉得他们感情应该还没有很深。等老四回来再问问他吧，看看他怎么想。老大家的，你也别老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。我们老四在别人的眼中也是个不务正业的，也没什么好挑的，只要人品好，他们感情好，最好能管得住老四的，其他也无所谓。谁知道他娘家是不是想扒着我们家吸血？看这姑娘眼神清明，家里长辈不太像会占便宜的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行，我得找个人去查一下。郑宇杰又一路送林凡回去。你知道是那天是谁给你下的药吗？还没找出来，没有证据。书里说的这种下药事件，下药后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，也就是说后面肯定有一只黑手在背后准备搞场大的。你中了这种药就得找人解，那接下来就有可能怀孕，后面会出现什么呢？而这些我们俩都阴差阳错的应验了，那接下来有什么戏码？你可有对应之策？郑宇杰还真没有想过这事，只是想到有谁可能想让他出糗，发现失败后就不了了之了，没想到还有事在这等着呢。看来是有人想要对我们家出手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么林凡怀孕的事情就极有可能被挖出来。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，你带上户口本，我们先领证。一会回去后，我也会跟家里商量结婚办酒的事情。好的。彩礼你家准备要多少？这还有的选择吗？如果我选就是越多越好，谁不喜欢钱呢？但是像你们这种家庭又不止你一个儿子，肯定是会照着前面结婚的给吧？你很喜欢钱，谁不喜欢钱啊？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钱还怕有多的，有钱心里就有底气。等我有足够多的钱了，我就自己出来买套房子住。还有肚子里不是还有块肉吗？生出来吃喝穿戴不得要钱啊？不是有人说过孩子出生就是个吞金兽吗？哪不得要钱？再有我们是因为孩子才不得不在一起的，要是你哪一天变心了，我跟孩子有钱就多了一份保障，不是？我说话比较直，我也比较喜欢把话说在前面，如果你不喜欢听就当我没说。这该不会是个见钱眼？接上集，林凡快到家的时候就看到有个人在等自己。妙妙，你怎么会来我家？你已经2天没有去上学，我问了老师才知道你请了病假，我就想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。这是谁啊？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吗？这是我对象郑宇杰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有对象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有对象，你那么大反应干什么？之前我没有跟你说，你肯定不知道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我家里说没有办法帮我找到工作，如果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让我去下乡了，所以我来找你看看你怎么想的。妙妙，我之前也跟我对象说过，他不支持我下乡，如果我下乡了，跟他就没有可能了。那你是想结婚吗？那倒没有那么快，先找找工作吧。你有听说过哪些地方有招工名额吗？没呢。等方妙妙走了后，林凡一直在想，那天那杯加了料的汽水到底有没有方妙妙的手笔？如果有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是本要设计别人的？刚好我拿错了，这都是个谜，只能等之后能不能找出真相了。郑宇杰回到家，你再把林凡家的情况细说一下。郑宇杰又把他知道都说了，包括找人去调查的。不过他觉得有点出入的就是林凡并不像调查中的胆小怕事内向。不过林凡怀孕的事没有说。想好了吗？就他了，婚姻不是儿戏。我反对，他家就一个寡母，以后有什么事都会找你，你娶她就得背上她整个娘家一辈子，说不定以后还得给她母亲养老送终什么的。你是娶亲不是入赘。他妈妈把他养大了，以后养母亲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我不觉得有什么。难道外婆外公老了有事你和爸能不理吗？你这是想要气死我吗？反正我不同意，娶这个女人还不如在大院里找一个，最少要找个家世跟我们家差不多的，不然以后给闹出笑话丢我们郑家的脸。林凡就不错，我觉得他适合我，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去他家提亲。你这么急吗？已经确定了就早点结婚，你们不是说我年纪大了吗？那就让你妈找个时间去吧，最好还是奶奶去吧，我妈可能不太愿意，别到时搞到两家都不太愉快。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跟他结婚？是不是你中了什么计谋才不得不娶？如果是我饶不了他。没有，你别多想。那你说你认识他多久？
久了，是谁介绍的，还是哪里认识的？你怎么会认识上他的？你说这里面没鬼，我是一点不信。大院里那么多女人，哪一个不比那个寡母带出来的人强？大院里的女人，之前你不是也没有看到东挑西拣的吗？怎么现在又觉得她们好了？你是不是故意为了跟我作对，才随便找一个女人回来的？妈，你别多想，没有的事，我就是想结婚了，又觉得她很合适，就顺其自然了，真没有其他心思。郑妈妈让她气得大喊道：“反正我不会同意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说完生气的走了。你也问问林凡妈妈什么时候去方便，彩礼就照着前面2个来，礼金给200元3转1响，自行车你有就不买了，也可以换成钱，就手表和缝纫机还有收音机吧，再私下给你们150元钱，还有票你们自己去买床上用品什么的，买合你们意的就行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好的，谢谢爷爷。